人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落。原本幸福的一家三口，一夜之间惨遭灭门，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。更令人吃惊的是，凶手在案发后并没有第一时间逃走，而是悠哉地洗了个澡，清理掉了所有的痕迹，以至于此案1年来都没有丝毫进展。渐渐的，大家也忘记了这起当时轰动一时的惨剧，但身为周刊记者的田中却似乎对他有着额外的热情，主动请缨来啃这块硬骨头。主任一听就炸毛了，你是闲的没事干吗？一点热度都没有的东西，还调查个毛线呀？这时旁边的主编却一改往日的不近人情，让田中想做什么就去做吧，不要有压力。主任酸酸地说，总编什么时候变成好人了？总编指着报纸悠悠地说，至少不是铁石心肠。原来跟田中相依为命的妹妹光子，因为虐待女儿而被判入狱，心情郁闷的她想通过调查这起案件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。被害人浩树一家三口是典型的幸福模式，夫妻俩双双毕业于日本名校，丈夫成功，妻子娇美，女儿乖巧。可就是如此完美的一家却惨遭毒手，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？田中首先拜访的是浩树生前的同事渡边，渡边是浩树最要好的朋友，他把田中带到了一家酒馆，这里是他和浩树经常去的地方。至于两人关系要好，还要从他帮浩树解围说起。渡边坦言，浩树有个嗜好，就是喜欢玩弄女同事的感情。浩树本人英俊帅气有才华，自带发光体质，很容易获得女生的青睐。其中一个叫山本的女孩就被浩树所吸引，一来二去两人很快就发生了关系。可浩树却翻脸不认人了，他想摆脱山本，于是合伙渡边演了一场戏。浩树把山本约出来，结果自己没到场，让渡边顶替。几杯酒下肚，山本转而投入了渡边的怀抱。几次下来，渡边假装发现了山本脚踏两只船的秘密，随后他和浩树一起甩掉了山本。田中怀疑是否山本感觉自己被玩弄而怀恨在心，因此起了杀意。渡边却反驳道不可能，因为山本早已成家，日子过得其乐融融，更何况当初自己也是参与玩弄山本的一员，若是山本报复，自己也应该在劫难逃。之后田中又找到了浩树的前女友稻村惠美，两人是在大学认识的，因为浩树长得温文尔雅，一表人才，稻村对其是倾心不已，可一直是求而不得。但在毕业后，浩树却主动找他发展男女朋友关系。浩树的举动着实让稻村深感吃惊，可浩树却大言不惭地说是稻村的气质吸引了他。然而浩树是心怀鬼胎，他找稻村的真正目的是想通过稻村父亲的人脉进入大公司，即便稻村告诉他已经有了男友，他也无所谓，表示当个男备胎也未尝不可，可谓世人至贱则无敌。可是没多久，浩树又面试上了另一家大公司，稻村知道凭浩树的实力根本就进不去这家公司。果不其然，除了稻村外，浩树还公关了另一个女人，他甚至当着2个女人的面表示两人他都喜欢，丝毫没有羞耻感。原来表面上一副社会精英的人设的浩树，背地里却是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。调查了一圈下来，却查不出凶手的一点蛛丝马迹。田中只好从浩树的妻子夏原入手，他找到夏原的大学同学宫村，发现了新线索。宫村说，他们的大学是有等级制度的贵族学校，在校内有内部生和外部生之分。内部生说白了就是通过附属中学直升的富二代，外部生则是凭实力考取的下层阶级。虽然学校里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，但夏原还是依靠外貌和情商顺利进入了内部生的圈子。在普通女生看来，夏原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，而在这升格的背后却隐藏着夏原不为人知的一面。宫村回忆起夏原邀请他参加聚会的场景，夏原不仅邀请了宫村，还邀请了宫村的男朋友尾随。聚会上，夏原跟尾随眉目传情，惹得宫村和尾随产生间隙而分手。随后田中采访了尾随，可这个傻大憨至今都觉得是宫村在极度吃醋，他反而觉得夏原却是善良温柔。虽然宫村对夏原抢走男友的事而耿耿于怀，但他却不恨夏原，因为他只是被抢了男友，而有个人却因为夏原而毁掉了整个人生。这个人就是田中的妹妹光子。原来光子努力考上了夏原所在的大学，又在机缘巧合下认识了夏原。作为一名外部生，光子也希望通过夏原进入内部生的圈子，夏原便利用他这种心理约他参加各种聚会。
实际上是把他献祭给了那些富二代们。之后还散布谣言说光子是个荡妇，光子的名声很快便一落千丈，随后还被一群内部生轮流侵犯。到毕业时，光子已经廉价到无人愿意多看一眼，而夏元对待光子的方式也并不仅仅是利用这一原因。就像宫村从小在国外生活的背景，让夏元感到不自在和一丝丝威胁，光子的出众美貌也让夏元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，他只能用这种方式打压他，让他越来越廉价。最近宫村得知光子因虐童事件登上了报纸，他怀疑是大学时的事情给光子留下了心理阴影，推测光子有充足的动机杀害夏元。田中克制的听完，一声不吭地操起一个大瓶子砸向了正在倒葡萄酒的宫村，一下又一下，静音的画面诡异压抑，让人心生寒意。处理掉宫村后，田中接下来的举动更加让人毛骨悚然。他把事先准备好的烟蒂倒在了宫村咖啡店的烟灰缸里，而这支抽过的烟是他在采访宫村前男友尾随时特意收集的烟蒂。原来看似是为了灭门惨案四处奔走，试图还原真相的正义记者，才是那个心机最深、恶行最重的人。他之所以要调查灭门案，也并不是为了查明真相，反而是要掩盖真相。因为杀害浩树一家的真正凶手就是光子。光子有着非常不幸的童年，小时候曾被父亲侵犯。まさか妹と親父の間にそういうことがあるなんて、そっちの想像の方が追いつかなくて。泣いて説明したら、誘惑したあんたが悪いって、私をぶった。为了改变命运，他发愤图强，终于考上了大学。但真正进入了大学才知道，内部阶级将他永远挡在了门外，冲不破的阶级壁垒像四面不透风的墙，完完全全的围住了他。他需要机会，所以一次次听夏元的话，把自己的身体交给了内部生，以为这样就可以抓住他们的心，却一次次被过去和自身的阶级无法改变所击败。像宫村小姐说的，她太没有节操，她拥有的节操早就被狗吃了。童年的遭遇，付出所有后仍无法改变的人生，那些她臆想出来的手，最后将她淹没的镜头，真的让人毛骨悚然。她没有遇到救世主，只有一双双拉她下地狱的手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光子在商场遇到了夏元，这时的夏元过得很好，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光子上前打招呼，却被无视，这成了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为了报复夏元失去理智的光子，尾随对方回家，并在一怒之下杀掉了夏元和日向。第二天，律师通知田中，被光子虐待的孩子没了。田中无动于衷地看着孩子遗体被推走，他告诉律师，自己并不知道这个孩子的生父是谁。律师按照田中提供的信息，找到了他们的母亲，试图弄清光子究竟和谁生了孩子。田中母亲置身事外的态度和一句隐晦的话，是吗？那看来是你有所误会了。お兄ちゃんと私二人だけの秘密があるのってすごく嬉しいな。这句话揭示了谜底，那个孩子应该是田中兄妹俩的不伦产物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但它又远远没有结束。影片有无数的细节都带给不同的人以不同的理解。其中有一个细节，在公交车上，一个中年人让田中给旁边的老年人让座，他一瘸一拐的起身，还当着车上人的面故意摔了一跤，直到公交车开走，田中才恢复了正常的走姿，就是为了让逼自己让座的那个男人难堪。而影片结尾时，还是公交车上，田中看到身旁的孕妇主动起身让座，同样的情景，不一样的反应。田中变了吗？还是这个社会变了？电影名为《愚行录》，意思是记录各种愚蠢的行径。片中人人心怀鬼胎，自以为聪明睿智，实际上到最后都成了某方面的愚人。就像电影中的台词一样，人们都是愚蠢而空洞的容器，因为无法填满，才彻底崩坏。欲望是这群人奋发向上的动力，也是最终酿成悲剧的真正原因。每个受害者都曾经是凶残的加害人，而他们的行为又在无形中开启下一场悲剧的循环。没有人能置身事外，正如雪崩来临时，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。生存在规则中的每一个人都会被无形的阶级制度所裹挟，成为一个恶人。
继而又引起一个个连锁反应，从鱼到恶就是整部电影的底色，众生皆恶，鱼行遍地，生存在这样的土壤里，怎么样的前行，又不是鱼行呢？好了，今天就讲这么多了，喜欢我们的节目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